它是曹操的生死之战，它差一点改变了魏国历史。它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键，它就是濮阳之战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东汉兴平元年，即公元194年，曹操的父亲曹嵩在徐州遇害，这让曹操有了第二次进攻徐州的借口。于是曹操再度率领兖州大军东进征讨徐州。就在这时，曹操任命留守兖州的张邈、陈宫等人联合吕布攻占兖州，曹操后方大乱。处于徐州前线的曹操急忙回师，而这一撤军，吕布屯兵于濮阳，曹操的地盘只剩下了鄄城、东阿、范县。至此，曹操和吕布为了争夺兖州而持续1年之久的濮阳之战爆发了。当时在兖州，吕布割据濮阳一带，曹操占据3城以及其他兖州各县。吕布刚进入兖州时，各地郡县大多响应，但并不代表支持吕布，大部分人都是想浑水摸鱼。袁绍打曹操，曹操地盘上多有反叛；官渡之战，袁绍战败后，袁绍地盘上也是多有反叛。可以说，在那个时代，见局势不利，郡县反叛的事情是经常发生。所以兖州除了曹操和吕布实际掌握的城池外，各地郡县大多独立，并不是真心的追随于吕布或者曹操的。公元194年8月，曹操率军西进，目标直指吕布根据地濮阳。在第一次征讨吕布中，曹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布，可惜事与愿违，吕布仍是有不小的力量，尤其是骑兵对比。当时曹操首先是攻克了濮阳西塞，也就是吕布在濮阳以西建立的一座营寨，显然是为了遏制曹操。濮阳城和西塞互为犄角，有西塞在，曹操便无法全力攻城。而曹操若是去攻打西塞，那吕布的骑兵就可以快速支援，让吕布占据优势。虽然曹操也是知道这一点，于是夜袭西塞，在吕布救援之前拔掉了西塞。但是吕布的骑兵反应速度也真不慢，在曹军未撤离前到来了。多亏典韦击退吕布援军，曹军这才得以安全撤退。曹军进而集结部队围困濮阳城。对于围城之战，历史有2处记载。《三国志》中呢，记载了吕布曾经趁曹军刚围城、立足未稳之时，亲率骑兵突然杀出，击溃了曹操所部。曹操在混乱中也是受了伤。而《献帝春秋》所载的就更加危险了，就是濮阳城内的田氏假意投降，打开濮阳城东门，引曹军入城。曹操为了鼓舞士气，还焚烧了东门，却陷入了吕布的包围圈中，自己也险些丧命。还是欺骗了敌军士卒才得以逃脱。这里就个人来看，敌军士兵抓住了曹操，却没有认出来曹操的可信度并不高，因为曹操身上服饰而言，即使不认识，也应该会认为是一个大官，不会轻易就这样放他走。所以曹操应该是趁乱逃脱。但在整场濮阳之战中，这也是曹操最危险的一次，毕竟当时他应该没有多少部下在身边。《三国志·程昱传》中记载，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，数不利，蝗虫起，乃各隐去。最后曹操久攻不下，再有蝗灾泛滥，曹军缺粮，只能撤军。吕布得以继续借濮阳和曹操对峙。这个时候是曹操的衰弱期，不仅家被偷了，而且闹起了蝗灾，也没能拿下濮阳，损失不少兵力。而袁绍也来嘲讽了。袁绍说：“孟德兄啊，你不行了，来跟我混吧。”曹操：“我考虑考虑。”程昱表示：“今兖州虽残，尚有3城，能战之士不下万人，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、豫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业可成也。”袁绍虽然表面上要求联合，但是当时袁绍势力要强于曹操不少，袁绍肯定不愿意和曹操平分天下。袁绍的嘲讽也就意味明显，那就是想把曹操吞并了，以此除掉曹操这一威胁。而曹操见兖州已经无法掌控，又与吕布一时僵持不下，也就想要答应袁绍。但这时也是曹操在整个濮阳之战中一个重大的决策错误。袁绍其实并不是真的像《三国演义》中那么心胸狭隘，要不然曹操这样一个如此有野心的人，袁绍怎么会任由自己的身边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威胁？除掉曹操是袁绍一定会做的，但是当时进退两难的曹操已经是有意答应袁绍的喊话。幸好是程昱
及时劝住了曹操。因为当时的曹操虽然实力较弱，但是还是有上万规模的军队，精兵强将还都未损失多少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左右是有荀彧、程昱辅佐，武将中还有许褚、典韦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李典、乐进等大将，而且都参与了濮阳之战。曹操为此战也是拿出了家底。《三国志·夏侯惇传》中记载，太祖自徐州还，敦从征吕布，为流师所中，伤左目。猛将夏侯惇虽在濮阳之战中受伤，但是伤势非但不影响武力，还可见其勇猛无畏。可见曹操的手下文臣武将还都忠于曹操，一战之力还是有的。这也是曹操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。虽然他此时落魄，但是还是愿意追随的忠诚部下并不在少数。拒绝袁绍之后，曹操重振旗鼓，经过数月的筹划，再度调集部队征讨吕布。在公元195年春天，第二次开始征讨吕布。这次曹操没有选择直接进攻濮阳，而是选择先清扫兖州其他吕布所占领的郡县，其两个主要目标便是定陶、巨野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第二次讨伐，曹操稳扎稳打的心理，采用了先易后难的战术。战事初期，曹军是节节胜利，赶在吕布未反应过来之时，曹军是接连攻克两地，后基本扫清了濮阳外围吕布的势力。而此时曹操又有了新的计策，《资治通鉴·汉纪53》中记载，曹军乘势以陶谦已死，遂欲取徐州，还乃定步。在曹军攻陷定陶、巨野两地之后，继续进军到城市。这时候曹操的实力已经强于吕布了，而吕布的势力范围还是在濮阳一带。曹操在基本上已经夺回了除了濮阳一带之外的城池，开始有了一些底气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曹操的野心又开始复苏了。听闻陶谦已死，便想趁着连胜吕布之时，徐州空虚，夺占徐州。毕竟之前连续2次进攻徐州，曹操对徐州的渴望可见一斑。而当时陶谦刚死不久，刘备虽然接管着徐州，但是徐州人心未定。曹操认为这是个机会，也无可厚非，但风险还是有的。因为曹操若是在濮阳之战未结束前分兵进攻徐州，很有可能结果就是造成兖州第2次大乱。吕布定会再度趁曹军分兵攻击徐州之时，四处出击，扩大地盘。到那时，曹操又会左右为难了。好在这时曹操又被荀彧给劝住了。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聚河内，皆深根固本以治天下，进足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，故虽有困败而终继大业。荀彧的这段话说的通俗点就是，主公啊，你还想打徐州啊？自己的地盘都摆不平了，还想着出征进攻外地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曹操被荀彧骂醒了，所以这一次的错误决策曹操也没有执行，不然的话，曹操的未来又是个未知数。后面没有胡思乱想，专注于消灭吕布的丞相，那就快得多了。大军进取濮阳，吕布大败逃走，只能投靠刘备。结果发现偷家这招真香，竟然又来了一手，趁刘备和袁术大战夺取徐州，这就是后话了。而曹操终是完成收复大业，在赶跑吕布、彻底收复兖州后，同年天子刘协东归，曹操护送刘协到许昌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，实力得以快速扩张。可以说曹操收复兖州的时机刚刚好，若他在天子东归前还没有夺回，那么割据濮阳的吕布定会听从陈宫的建议，迎接并且控制天子。如果刘协落入到吕布手中，那恐怕曹操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总的来说，濮阳之战应该是曹操一生征战中打得最艰苦的一次，自己不仅差点丧命，而且因为形势所迫，差点做出错误的决策。幸亏身边的2位主要谋臣都劝阻了曹操的错误行为。刚击败吕布，收复兖州，老天便送来刘协天子这杆大礼。1年前处于困局的曹操肯定想不到，可以说没有濮阳之胜，曹操恐怕就不会是历史上的曹操了。濮阳之战可谓是曹操的生死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